人帅心善的贝爷在用生命教大家，如果不慎陷入流沙中该如何逃生。结果跳进去之后就困在里边动弹不得，越陷越深了。这难道就是要翻车的节奏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贝爷的小米粉吃瓜姐。本期贝爷来到了犹他州的莫亚布沙漠，这里是北美最危险的沙漠，缺水那是肯定的。但是最可怕的还是这里的极端天气，白天45度高温暴晒，晚上却只有4、5度。另外还有提防沙漠里致命的野生动物。当然，野生动物再致命也不及贝爷的1/2。来关注吃瓜姐，一起看贝爷是如何凭借自己超强的野外求生技能，在最艰险的环境中生存的。这一次他随身携带的还是一把打野刀、一个水壶和一个打火石。由于这里的热气流实在是太强了，直升飞机如果在这里降落的话，那是非常危险的，离地面的高度又不够打开降落伞，所以贝爷只能抓着绳子滑下去。看看咱们贝爷举止端庄，丝毫不慌，落地那就一个字：躺屁股。他慌慌忙忙地解开绳子，看到周围一望无际的荒漠，叹了一口仙气。这他丫的要往哪儿走啊？才落不到2分钟就热得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要是走上几个小时还没有喝到水，那还不得直接变成人干了。想要找到水源，只能往地势低的地方去，正所谓水往低处流嘛。不过贝爷此时正处在海拔1200多米的岩石平台上，从这里下去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十分危险。贝爷表示，虽然他有技巧，但是也不能确保自己可以完全无伤害落地。具体的方法就是在跳下去时保持双脚并拢，膝盖微微弯曲，着地时开启翻滚模式，这样就能把冲击力从2腿分散到背部。方法学到了，但是建议小伙伴们可别轻易尝试哦。说完以后，贝爷几个信仰直跳，加上360度大翻转，嗖的一下就来到了悬崖下边。现在是正午，太阳最毒辣的时候，必须要采取一些防晒措施，不然的话指不定啥时候就直接晕过去了。把衣服脱下来，割几刀，然后包裹在头上，这样就可以减少头部受到的暴晒。好家伙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阿拉伯美男子，看得我口水流了一地。贝爷走了3个小时，他感觉嗓子眼已经开始冒烟了，再找不到水源，很快就要陷入脱水的状态了。他来到一处峡谷，下边有绿油油的植物，这说明附近肯定有水。经过一番不要命的操作之后，他来到了峡谷底端，并且如愿以偿的找到了水源，不过是一滩死水，而且水还被老鼠尸体给污染了，喝下去不死也得脱层皮。他打算沿着水潭走进峡谷，说不定峡谷的另一端就是通往文明世界的大河。然而进度条告诉我们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贝爷的脚刚踏进水里就傻眼了，水下温度怕是只有2、3度，因为这里晒不到一点太阳，所以才会如此冷的刺骨。贝爷在水里游着，心里慌的一逼，不知道水底会不会有什么大宝贝，趁他不注意亲上一口。咱先不说会不会被亲，就说这树枝吧，谁这么缺德，弄了这么一大堆树枝搁在这儿，把路堵得死死的。两边的峡谷不仅陡峭，还过分光滑，想爬上去那简直比瓜姐找男朋友还难。说到这里，我就想问问评论区的小粉丝们了，总问我是不是单身，有没有男朋友，咋的？你们是想给我介绍男朋友吗？嘿嘿，那就先说好，不是肌肉猛男，瓜姐可不要。贝爷已经在水潭里泡了2个小时，现在说什么都不可能再花上2个小时游回去了，索性直接从水底抢过去吧。憋气这件事儿，贝爷可是练过的。不过这里的水太浑浊，根本看不清前方的路，一般人要敢这么玩，绝对比刚才飘在水上的老鼠还惨。好不容易游过了障碍物，然而等着他的并不是什么河流，而是一个死胡同。这会儿贝爷脑瓜子嗡嗡的，走回头路那不可能是他的风格。紧要关头，他想到了一种爬烟囱法，把背抵在岩石上，一只脚放在前面，一只脚放在后面，只要保持前后压力一样，这样就不会掉下去了。这操作在座的各位有一个人能做到，我就把手机给吃了。嘿嘿，开玩笑的。贝爷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爬上来，找河流的计划泡汤了。现在又回到了大熔炉，他顶着太阳走了1个小时，头顶上这块布已经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了，脑袋就像火烧一样炙热。为了让头脑保持凉快，贝爷只能把头巾取下来，然后解开裤带，再然后就是一顿不可描述的操作了。这里大家可以自行脑补。贝爷表示，还好周围除了摄影小哥就没有其他人了，不然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呢。呵呵，我信你个鬼！不过这个方法真的不错，既减轻了身体负担，也凉快了，就是味儿有点大。不过自己拉的，忍忍就过去吧。贝爷晚上在一个山洞中度过了一晚，一早起来他就开始寻找水源，据说听昆虫的声音就能够找到水源。
因为蚊子和蜜蜂都很喜欢住在离水源非常近的地方。听到蚊虫声，果然找到了一处渗水的岩壁，这里有一个小水坑，把水坑挖大一点，然后再堵上，过不了多久，里边的水就能囤积得满满当当的。在此期间，贝爷还找到了一个名为喇花的植物，这种植物茎盖是空心的，可以用来做吸管。贝爷拿着吸管来到水坑前，里边的水已经满了，水看上去脏兮兮的，但是经过岩壁和泥土的层层过滤以后，完全可以放心饮用。So good。 水喝足了，接下来就是要想办法干饭了。这里一片荒凉，也不知道能吃点啥。目前为止，别说什么老鼠、野兔了，就连一只小虫子都没有看到，也没有来送快递的，那就只好主动出击了。贝爷爬上一处悬崖，打算上去掏鸟窝，果然毫不费力就找到了2个鸟蛋。窝是石鸡的，而蛋却是乌鸦下的。乌鸦把石鸡撵走，然后霸占了别人的家，还在里边下了2个蛋。然而他哪曾想会被一个名叫贝尔的美食家给断了后。果然坏事做多了是会遭报应的。贝爷已经饿疯了，拿起一个连蛋带壳全吞了，嘴里说着这玩意儿是牛肉的多少倍来着。生吃鸟蛋很有可能会感染沙门氏菌，还有一个蛋在石头上煎熟了再吃。现在的温度高达49度，煎个蛋那是完全没问题的。看他这架势，要不是石板太烫，肯定会用舌头把它舔得干干净净的再走。补充完一点体力以后，贝爷继续赶路，走了4-5个小时，很快就天黑了。这里的晚上气温只有4-5度，贝爷准备找点干柴生火过夜。在这种地方找东西一定要当心，因为这里是蛇经常出没的地方，它们很会伪装自己。哎呀妈呀，刚说完就看到了一条诸如响尾蛇躲在树枝下边，这东西可不好惹，全身上下都是剧毒，要是被它咬上一口，过不了2个小时就没气儿了。看他死死地盯着贝爷，贝爷显然是有点怂了。当然，他怂的不是这条响尾蛇，怂的是法律呀。这种动物是受国家保护的，他哪敢吃啊？只能默默地再饿上一碗了。贝爷在山洞里生了火，度过了一个漫漫长夜。今天是第3天，他一早上就开始赶路了，进入了一片植被茂盛的地方。这些植物和柳树都是溪水植物，这也就意味着前方不远处肯定有河流。果不其然，植被尽头就是河流，河流对面是一个锋利磨坊。看来贝爷只要穿过河流就能够到达文明世界了。这条河流叫做科罗拉多河，是美洲最危险的河流之一。为什么说它危险呢？因为在这条河里可祸害了不少人和动物。除了强有力的水流之外，河岸边还隐藏着阴暗的流沙。一般人要是陷进去了，那就只能接受流沙的吞噬命运。接下来，贝爷就要跳进流沙里，亲自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从里边逃出来。贝爷在用生命给大家做示范，小伙伴们可别忘了点赞关注一波哦。在流沙里面，首先要保持冷静，不要试图挣扎，越挣扎就会陷得越深。先尝试着把屁股抬起来，扭到流沙的表面，然后再转个角度，拔出胳膊，再匍匐向前。最后再使出吃奶的劲儿，把下半身从流沙里拽出来。来到流沙表面，可千万别急着站起来，不然刚刚就白忙活了。要一直往前爬，直到爬过了整片流沙地带。好吧，事实证明，穿过流沙最好的办法就是爬过去。爬过流沙，贝爷已经累瘫了，走了3天，只吃了2个鸟蛋，像是朝着埃厄德靠近了。接下来，贝爷打算游到河对岸去，找到人类居住的地方，才算挑战成功。经过一番折腾，他来到了河对岸，没走几步就看到了一栋小房子，看来是时候该回家洗洗睡了。下一期，贝爷将去往内华达山脉，听说在这里他开启了捕猎计划。既然打起了野马的主意，最后他能不能吃到马肉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看完视频不点赞加关注的，瓜姐一律视为耍流氓处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吃瓜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